好耶，又来给各位做大冒险的视频啦。本期视频的主角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希诺宁。那么视频开之前，还是例行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有可能届时和正式服有所出入，大家届时还是以正式服正式实装后的数据为准。视频的开头，先给希诺宁的强度做一个总结。T0天花板辅助，没啥好说的啊，延续万叶的称呼名不虚传。在配对方面，它也和万叶一样，配对相当的广泛，相当的万金油，基本可以加入80%以上的队伍。不管是加入新的队伍，还是加入老的原始人队伍呢，都是一个巨幅提升。不管你是新手玩家还是老手玩家，都是可以抽的。同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大家之前关心的都是希诺宁的辅助能力啊，毕竟他的辅助能力确实非常强。但是希诺宁是分为输出和辅助两个模式的，而且他的输出能力其实也不俗，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一一展示的。好的，做完的总结之后，视频的开头还是例行先给大家讲解一下希诺宁的所有技能机制以及实战中的操作手法，方便你最快的上手这一个角色。如果你不想看这一段，可以选择跳过，从本期视频的11分15秒开始看哦。先给大家大致过一下希诺宁的各种技能系数。可以发现，希诺宁的所有技能系数呢，都和防御力相关。不管是它的输出值还是它的治疗量，都和防御力相关。所以在词条方面，如果走的是辅助流，就对冲防治或者冲防防；如果走的是输出流，就对防研爆。了解完这一点之后，我们开始正式讲它的主动技能。先来说它的普攻。在没有进入夜魂加持的情况下，希诺宁的所有普攻都是一种物理伤害。这个物理伤害呢，实战中没什么作用，我们直接跳过。而在点击 E 技能之后，希诺宁会进入夜魂加持状态。点击 E 技能的瞬间会给自身附加45点夜魂值，上限是90点。也就是说，点击 E 技能之后，希诺宁会初始给自己附加1半的夜魂值。在夜魂值加持的状态下，希诺宁会踩上轮滑鞋，移动速度变快的同时，普攻、重击和下落攻击都会变成炎元素附魔的伤害。如果是在纳塔以外的地区呢，E技能的持续时间是9秒。9秒过后，不管你的夜魂值是否还有剩余，希诺宁会立刻退出夜魂加持的状态。而在纳塔以内的地区，希诺宁则可以额外消耗燃素来维持这一个夜魂加持状态，夜魂加持的时间就会大于9秒。但毕竟纳塔地区比较特殊，实战过程当中，希诺宁的 E 技能的持续时间，大家就按9秒来算就可以了。在按 E 技能进入夜魂加持状态后，希诺宁的夜魂条旁边会出现3个三角形。初始的时候，这3个三角形都为炎元素的黄色，而当队伍里每存在一个火元素、水元素、冰元素或者雷元素的队友呢，其中一个三角形就会被染色。比方说，这里我带了一个冰系队友，其中一个三角形就被染成了冰色；带了一个火系队友，其中一个三角形就被染成了火色；带了雷系队友，其中一个三角形就被染成了雷色，而带了水系队友，其中一个三角形就被染成了水色。总之就是每个三角形都代表一个队友。那我这里上了冰系、雷系和水系，那么三角形也变成了冰系、雷系和水系的颜色。我也可以上3个同颜色的队友。现在带了3个火系的队友呢，我这边就有3个红色的三角形了。最后，炎系、风系和草系队友是不可以给希诺宁染色的。看见没有，并没有给希诺宁带来任何染色。实战中，当希诺宁被染色的三角形数量小于2的时候，就比方说这一段录屏没有任何一个三角形被染色，它就会处于一种输出模式。
这时他开启 E 技能后，就可以给普攻维持9秒钟的炎元素附魔状态。我们可以在 E 技能持续的9秒时间内，一直用普攻打炎元素输出，并且这时他的大招也会变成一个大范围群体输出技能，释放大招之后会阵地3次，每次都会造成炎元素伤害。总之，如果你想用希诺宁打输出，你就得保证队伍里的火、水、冰、雷队友得少于2个，这个时候希诺宁就相当于一个可以战场9秒的炎系主 C。而当希诺宁被染色的三角形数量大于等于2的时候，也就是它的火、水、冰、雷队友大于等于2的时候，它就会进入一个辅助模式。就比方说这一段录屏有2个三角形被染成了水色，那么希诺宁的普攻和下落攻击的伤害都会提升30%，且普攻和下落攻击命中敌人后会增加35点的夜魂值。当他的夜魂值达到上限90点之后，希诺宁就会激活所有三角形，并且让附近的敌人对应的属性抗性降低33%，持续15秒。举个例子，这一段录屏中，我希诺宁身边的三角形是炎元素和水元素，那么在激活之后，妙脆角的炎抗和水抗就会降低33%，持续15秒。又比方说这一段录屏，希诺宁身边的三角形的颜色是水色、雷色和火色，那么在激活之后，妙脆角的水抗、雷抗和火抗就会降低33%，持续15秒，很容易理解吧？当希诺宁给附近敌人减抗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效，那就是他脚下的这一个蹦迪效果。这个蹦迪效果呢，持续15秒。我们可以通过观察队伍里面还有没有这一个特效呢，判断希诺宁的减抗还生效不生效。那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特效了，它的减抗就不生效了。值得一提的是，火、水、冰、雷4个元素需要通过希诺宁 E 技能之后普攻来激活才能触发减抗，而炎元素不一样，炎元素只需要希诺宁在夜魂加持状态下，它不激活也可以触发这个减抗。那现在我没有在夜魂加持状态下，钟离的柱子伤害1177，进入夜魂加持状态后，柱子的伤害就变成了1474了。也就是说，输出模式下的希诺宁，他虽然无法给自己积攒夜魂值，但是他也是可以吃到自己给自己的减炎抗的效果的，还是挺合理的。同时，当队伍里提供染色的队友大于等于2的时候，他的大招也会有所变化，大招会变成一个奶妈技能，先对场上造成一次炎元素范围伤害，然后再持续奶当前的战场角色。这个奶量非常的爆炸，我给他堆冲防的时候，一口就有7000多，一共可以奶8口，前台奶量高达将近6万的奶量。身为一个拥有如此减抗能力的角色，还有如此高的奶量，真的恐怖如斯。至此，希诺宁的前4个天赋就已经都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后3个天赋。第一个，在夜魂加持状态下，希诺宁的夜魂值达到上限时，将触发一次等同于夜魂迸发的效果，该效果每14秒触发一次。也就是说，希诺宁可以为马拉尼和基尼奇多提供一次夜魂迸发，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多的提升马拉尼的大招伤害，以及基尼奇的回裂灌灵炮的伤害啦。此外，队伍中附近的角色触发夜魂迸发时，希诺宁的防御力会提升20%，持续15秒，这个也很容易理解。至于剩下的2个天赋呢，是用来纳塔跑图用的，我就不给大家念文字了，我直接给大家实机展示一下它的跑图能力。当队伍里有希诺宁，我们在进行夜魂传递的时候，会恢复15点的燃速值。然后呢，这个是它的一个跑图速度啊，感觉也是非常的快的。同时，希诺宁的主要含金量呢，不在于平地跑图，而在于它的爬山能力。
说白了就是卡奇娜的强化版啊。我们来看一下，看见没有？希诺宁可以像这样进行爬山，并且它也可以像这样贴在墙壁上，还是挺酷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爬山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按空格，它就会像豹子一样，往山上腾跃，这个速度呢就更快了。以上就是希诺宁的纳塔跑图能力的一个展示啦。那么希诺宁在实战中的操作手法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是输出模式下的希诺宁，很简单。我们先用其他队友给他上拐，然后呢，他按 E 进入夜魂加持模式，然后呢，疯狂的平 A 打炎元素伤害就完事啦。我们主要来讲辅助模式下的希诺宁的输出手法。首先，我们先切出主 C 角色，给敌人挂上主 C 角色的元素类型，然后我们切出希诺宁，开 E 技能进入夜魂加持状态。让炎元素和主 C 角色的元素产生结晶反应，这时我们就会吃到圣遗物进城勇者绘卷4件套的效果。然后我们希诺宁不断的普攻，叠满夜魂值，激活 E 技能的减抗效果，然后切出主 C 角色进行输出就可以了。期间如果有队友血量不够了，切出希诺宁，开一个大招给队友回复血量。这就是他实战中的操作手法，很简单吧？以上就是希诺宁的所有技能机制、跑图能力，还有实战操作手法细节的讲解了。个人感觉已经是保姆级的讲解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有帮助的话，还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评测环节。实战的重头戏是辅助模式下的他。但是在展示重头戏之前呢，先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它的输出能力怎么样吧。现在我的希诺宁是一个天赋999，灵命，带着千支的专武，圣遗物是华冠4件套，华冠4会比黑曜4打出来的伤害数字更高一点。然后具体词条也给大家看一看，防、炎、爆啊。说实话，词条已经很不错了。具体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可以算是一个灵命希诺宁输出形态的极致了。给他上的拐是钟离、五郎还有云锦组的一个纯炎队。我们来看一下，看见没有？3万一脚，3万一脚的，最后一脚还能达到4万。然后我们来开一个大，大招震一下6万6的伤害，很不错吧？如果我们把这个队伍里的云锦给它换上负 C 千支，队伍的总伤还会更高一点。毕竟希诺宁的减炎抗千支也是吃得到的啊。虽然希诺宁自身的伤害下去了，但是加上千支的伤害，打得更快了。以上就是灵命 B 页面版的希诺宁的输出能力展示了。说实话，当时测出这个输出能力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之前我本来是把它当辅助角色来看的，没有想到它的输出真的不低。但话虽这么说，输出模式下的希诺宁要达到版本 T0，那是达不到的啊。毕竟它的输出范围很小，只能对单。对群的时候比较难受，而且就算只论对单，也并没有一些版本天花板的对单的能力更强。所以呢，输出模式下的它呢，只能算是一个附赠的，不建议当成主要玩法。而它的主要强度来源还得是辅助模式下的它。开始测试辅助模式下的它之前，我先给自己叠一个甲。等一下，在实战过程中，我会把希诺宁和万叶进行一个对比，但是绝对不是踩一捧一的那种对比。和万叶对比的目的是方便大家最快的上手，并且了解希诺宁的强度。第二个目的呢，是客观的展示出希诺宁和万叶各自的优势在哪里，方便大家自行选择。并且希诺宁的出现对于万叶玩家乃至所有玩家来说，其实都是利好的。首先深渊它不止一层，它是分为上下层的，我们完全可以上一层万叶，下一层希诺宁，是不是？其次，希诺宁和万叶之间也是不冲突的，他们完全可以塞进一个队伍里面，双重减看让你的主 C 的瞬间爆发能力能达到更高。好的，叠甲结束，
正式进入实战环节吧。现在我的希诺宁是一个天赋999，灵命，带着精炼1阶的专武，圣遗物是进城勇者绘卷4件套，带着冲防的这样一个希诺宁啊。然后我的万叶也是一个0+1的万叶，天赋999，然后圣遗物带着风套金的一个万叶。辅助的主 C 我们选择马拉妮，因为马拉妮的数字看得最清楚。马拉妮是一个0+1的马拉妮啊，然后带着黑曜秘典4件套，具体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先来看一下，既没有万叶又没有希诺宁的情况下，马拉妮打出来的伤害18万9，将近19万的一个伤害。再来看一下有万叶辅助的一个情况，先扩一个水，然后万叶再开一个大板，在0+1的万叶辅助的情况下，伤害提升到了30万5600。接下来来用0+1的希诺宁进行一个对比。好的，切出希诺宁产生结晶反应，然后 E 技能减抗。来，30万8026。对比完微氪的0+1版本，接下来我来对比纯平民的0+0版本。希诺宁这边换成4星武器稀碎之笛，然后万叶这边也把苍骨给它换成了铁锋刺，我们进行对比一下。先来看0+0万叶的表现，依然是先扩一个水，然后万叶再开一个大。铁锋刺万叶的辅助下，马拉妮一口变成了28万5600。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0+0的希诺宁的表现。0+0的希诺宁的辅助下，马拉妮一口27万9300。看完对马拉妮的增伤，相信屏幕前的你就发现了，灵命的希诺宁和灵命的万叶在增伤能力上是无比相近的。不仅对马拉妮如此，对其他的所有主 C 几乎都是这一个结论。我再给大家上一点其他输出举例，在没有拐的情况下，神子 P 一下是8893，而上了万叶拐的情况下，神子 P 一下变成了14526，而上了希诺宁的情况下，神子 P 一下变成了14225，依然是和万叶非常接近。再来给大家测试一下大家最为关心的龙符队，上的是百万福特阵容。这一段是有万叶辅助的情况下，龙王喷一下是43000多。来，万叶再扩一下，看见没有？43000多。接下来我们把队伍里的万叶给它换成希诺宁。龙王开喷，可以很明显发现也是43000多，所以它和万叶之间的增伤能力真的是无比接近。总之，大家只要记住一个结论：灵命的万叶和灵命的希诺宁，不管是0+0还是0+1的，他们两者在增伤能力上都非常的接近。这一条结论几乎对所有的主 C 都适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炎 C 是无法用万叶来拐的，但是希诺宁是可以拐炎 C 的。没有希诺宁的情况下，纳维亚一炮是18万伤害。而有希诺宁辅助的情况下，我们看一下纳维亚一炮是多少伤害哦。来，班尼特点赞，一炮的伤害达到了27.2万。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恭喜亚亚。以下这2行文字是希诺宁和万叶各自持有的优势。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截一个图，自行消化一下，根据这些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一个辅助。然而大家也不要忘了，希诺宁和万叶是可以一起上的。接下来我把希诺宁和万叶一起上，看看增伤能力怎么样吧。由于希诺宁在队伍里提供的各种 buff 持续时间都比万叶更长，所以这个队伍实战中的正确操作手法是我们先用希诺宁上拐，然后再上万叶的拐。这样的话，希诺宁和万叶的拐的时间轴就完美的重叠起来啦，一口43.6万的伤害，这就是希诺宁和万叶一起上的含金量。接下来来一段深渊实战吧。这一次的渊月祝福是角色释放战绩后，角色的防御力提升 60%， 可以提升希诺宁的奶量，但是对希诺宁的增伤并没有影响。主 C 依然选择马拉妮吧，因为马拉妮的伤害看得最清楚啊。先不上希诺宁，我们看一下不上希诺宁情况下，马拉妮的伤害是22万一口。现在我们把希诺宁给上了。好的，希诺宁先上拐，然后香菱提供蒸发，伤害从22万提升到了37万，够不够立竿见影，兄弟们？一个大招，直接把鸡哥带走53万的伤害，还有一只蝎子啊！来，先天动万象一下，马拉妮挂水，挂水了之后和希诺宁触发结晶反应 ，nice。一口37万，再来37万，最后一口直接带走。再给大家换一个队伍展示一下啊，换一个希诺宁和万叶一起上的辅助龙符队。好的，希诺宁在场上可以直接充当奶位，伤害从刚刚的4万3提升到了6万3左右啊，也是十分的立竿见影。哎呀，怎么钻地了呀？来，这福福的循环没有跟上，无所谓了，直接开喷。少了福福的大招啊，第二个怪是差不多5万左右一喷啊，也是轻轻松松就带走了。给灵命的希诺宁的强度做一个总结吧。不仅辅助能力是神中神的 T0 级别，而且你抽了它之后，你还可以拥有一个差不多 T1 水平左右的延续输出。我实在想不到这一个角色有什么缺点，我挺建议你抽一个的。接下来圣遗物和武器推荐环节，简单过一下输出模式下的圣遗物和武器。输出模式下选择带华冠四或者黑曜四，然后堆防、炎、爆，副属性也选择双爆和防御力就可以了。最佳武器是千之的专武，如果没有千之的专武的话，选择副属性带双爆的以及副属性提供防御力的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主要来讲辅助模式下它的圣遗物和武器的带法。圣遗物一定是进城勇者绘卷，这个时候就会有小伙伴问，我还没有刷出正确词条的进城勇者绘卷怎么办呢？我的评价是，就算词条是错的，你也优先考虑先把进城勇者绘卷给凑齐，凑成4件套，因为词条的不对顶多影响它的奶量啊，但是呢，进城勇者绘卷4件套给它带来的收益不是其他套装能比的。主词条的话，头带治疗量，如果防御力不够触发专武呢，头也可以带防御，背带防，杀带冲，然后副词条的话，尽量堆防御力和元素充能效率。武器的话，优先选择专武，专武不仅可以提升希诺宁的奶量，同时专武可以让全队的元素伤害提高 25.6%。其次选择仓谷，
苍骨虽然会让它的奶量降低啊，但是呢，苍骨也是可以提高队伍的伤害的。给大家对比一下专武还有苍骨的增伤能力差距。绳子劈一下，裸伤是8893，然后这边我们换成专武，绳子劈一下是多少呢？劈一下变成了14225，换成苍骨之后劈一下是多少呢？变成了14130。可以发现专武和苍骨的增伤能力是很相近的。其实很相近，只是对于绳子的增伤能力来说很相近。我们不要忘记了，苍骨它不仅可以提升主 C 的攻击力，它还可以提升主 C 的普攻、重击和下落攻击造成的伤害。而刚刚绳子只吃到了提升攻击力的加成，并没有吃到普攻、重击和下落攻击造成的伤害加成。如果你的主 C 能同时吃到这2个增伤的加成，那么苍骨的增伤上限还要比专武更高一点。举个例子，甘雨就是能同时吃到苍骨的这2个加成的啊。然后呢，这一个是专武辅助下的甘雨，一件是30864。然后这一段呢是苍骨辅助下的甘雨，我们来看一下。一件是33569。总之就是对于大部分主 C 来说，苍骨的增伤和专武差不多，少部分情况呢，苍骨的增伤甚至会超越专武。但是我会说苍骨比专武更好用吗？非也。苍骨对比专武有一个巨大劣势，那就是专武想要获得这一个增伤呢，只要希诺宁普攻2下就可以获得这一个增伤了。而苍骨却需要希诺宁触发2次元素反应，和万叶不一样啊，希诺宁是炎系，它要触发2次炎元素结晶反应呢，是操作挺困难的。实战中，如果你的希诺宁拿的是苍骨的话，你要怎么触发这2次结晶反应呢？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先按 E 技能触发第1次结晶反应，然后再挂元素，再按大招触发第2次结晶反应啊，才能吃到苍骨的增伤效果。而且苍骨的增伤效果也只有12秒，实战中的覆盖率其实不算是非常高。所以综合来看，专武肯定是要超越苍骨很多的，苍骨只能作为一个下位替代。除了苍骨还有专武以外，其他的所有单手剑呢都无法再给队友提供增伤了。也就是说，你带其他的所有单手剑呢，就只能吃到希诺宁自身的减抗能力，武器是无法提供增伤能力了。我们来换上其他单手剑，看看队友的伤害会下降多少吧。很明显就能发现，如果我们把专武换成其他的武器的话，它的增伤会下降10%左右。除了增伤会下降以外，它的奶量也会下降一些。来，我们看一下啊，奶量从7000多变成了7000不到一点，不过呢，下降的也没有太多了。总结下来，希诺宁的武器选择就是优先选择专武，其次选择同样具备增伤能力，但是上手难度大大提升的苍骨，再次就是什么武器的防御词条给的越多，就选什么武器就完事了。比方说稀碎之笛。当然，除了选择堆防御以外，也可以选择堆充能，增加开大的频率。我个人觉得西风剑是最合适的啊，因为西风剑还可以产生元素威力，还可以给全队进行回能。那么希诺宁该如何配对呢？很简单，总结为万叶怎么配对，希诺宁就怎么配对，就完事了。不仅如此，希诺宁比万叶还多了一个奶妈的效果，并且比万叶还多了可以辅助炎队的效果，所以它的配对比万叶更加的广泛。我在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白万福特阵容可以替换掉队伍里的白竹，同理
雷9万班阵容也可以替换掉队伍里面的班尼特。至于万达国际阵容，我这边选择替换掉万叶，不然香菱能量跟不上。神鹤万星阵容让星海不再买榜，也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输出，进入一个纯颜队，打出的输出也很高。恭喜亚亚！总之就是他可以加入风队和草队以外的所有队伍。总结完毕，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他的命座提升。一命，希诺宁的夜魂加持状态下消耗的夜魂值和燃速降低 30%， 且夜魂值的持续时间延长至 45%。个人测试了一下，一命的第一个效果可以把希诺宁 E 技能的时间从9秒延长到13秒。一命的第一个效果有2个用处，一个呢是用来跑图的时候用，跑图变得香了很多；还有一个是可以给输出模式的希诺宁多输出4秒钟的时间。但是当希诺宁处于辅助模式的时候，他的 E 技能在激活了全部三角形之后就立刻退出来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切出主 C 来输出就完事了。所以一命的第一个效果对辅助模式下的希诺宁没啥作用。然后我们来看一命的第二个效果，希诺宁激活所有三角形的时候，还会提升队伍中附近当前战场角色的抗打断能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0命希诺宁辅助下的抗打断能力，没有，完全不会提供任何抗打断能力0命的时候。然后这段是一命提供的抗打断能力，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是有提供，但是提供的不多。第3下的时候就被独眼小宝卷飞了。然后呢，也是扛不住秋秋岩盔王的一个葵花的，看见没有？扛不住。也就是说，一命的抗打断能力提升，并不是龙王那种的质变啊。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手感上的优化吧，但优化的不多。也就是说，一命对于辅助模式的希诺宁来说，提升并不算非常大。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命，先来看二命的第一个效果，希诺宁携带的炎元素三角形将始终保持激活状态。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希诺宁的炎元素三角形它不需要通过普攻来激活，只需要进入夜魂加持模式，炎元素减抗就能生效。而点了二命的希诺宁，它甚至不需要进入夜魂加持模式，它只要在队伍里面就可以生效这一个炎元素减抗。我在这里给大家实验一下，现在我什么操作都没有，只要希诺宁在队伍里面，我靠近敌人，敌人身上就有一个下降的黄色的三角形，代表它的炎元素被减抗了，很容易理解吧？此外，希诺宁的三角形激活时将根据三角形的类型获得对应的效果。炎元素将会获得 50% 伤害提升，火元素获得 45% 攻击力提升，水元素获得 45% 生命上限提升，冰元素获得 60% 爆伤提升，雷元素呢可以立刻恢复25点能量，并且元素爆发的冷却时间缩短6秒。哇，这要测的好多呀！没关系，我一个一个给大家测。先来炎元素，这是没有点二命之前的炎元素的伤害，最后一角是46699。而这段是点了二命之后炎元素的伤害提升，最后一角的伤害是55111，提升幅度在 18% 左右。接下来来看火元素，这一段是点二命前火元素的伤害65105，点了二命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提升是多少。77001，正好也是提升的 18%。水元素的话，记得找一个靠生命值输出的角色，比方说马拉妮。二命之前的马拉妮
308026。希诺宁点了2命之后，370754，提升在20%左右。2命前冰元素的伤害是32572。希诺宁点了2命之后，一键伤害变成了38904，差不多也是提升20%。最后雷元素的回能，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展示比较直观一点啊。那比方说我这里克勤开一个大之后，克勤的能量已经空了，但是我切出希诺宁激活三角形，克勤马上又快能开大了。总之，雷元素它不像上面4个元素是简单粗暴的增伤啊，这个恢复能量还有减少冷却时间，具体提升多少呢？我不好说，但是呢，可以打出一些整活玩法，特别是对于克勤这种，它的大招需要的能量又少，冷却时间又短的角色来说，可以打出无限大招流。来，我们克勤先开一个大。开完大之后，切出希诺宁，激活所有三角形。好，克勤又能开大了。好，克勤开完大之后，我们再切出希诺宁，激活三角形。不好意思，克勤又能开大了。继续循环。好，激活三角形。好，不好意思，我又能开大了。总而言之，大家到时候可以自己试一试，感觉还是挺快乐的，虽然刮痧啊。总结下来，除了对雷系以外，2命对其他元素的提升差不多就在20%左右，可能会因为不同的角色之间会有一定的偏差，但是呢，大致就在20%左右，大家可以做一个笔记。3命。增加 E 技能的减抗能力，我们看一下9级 E 技能的减抗能力是33%，点了3命之后可以把9级提升到12级，12级之后变成了42%的减抗。之前我还以为3命的提升会挺夸张的，但是根据我的实测，我测了马拉妮和仆人2个角色，都只提升了4%左右。接下来我们来看4命，释放E技能后将为队伍中所有角色施加熔花之刺效果，拥有熔花之刺效果的角色的普攻、重击、下落攻击造成的伤害提升，提升值相当于希诺宁防御力的65%，该效果将在生效6次后或者持续时间15秒后解除。如果同时命中多名敌人呢，它会根据命中敌人的数量消耗这个生效次数，相当于就是给你6次增伤的效果。如果你的希诺宁都点到4命了，就用防法啊，毕竟它也不算是很缺充能。4命对比3命呢，提升了32000左右的伤害，把这个32000伤害乘以6，差不多就是4命给队伍带来的伤害提升。5命提升大招的奶量，这没啥好说的。来看下6命，6命一大段文字啊，我直接给大家做缩减版的概括了。概括就是6命可以把 E 技能的持续时间提升到18秒，并且在18秒的持续时间内，普攻和下落攻击造成的伤害提升，提升值相当于希诺宁防御力的300%，并且每 1.5秒为附近场上的角色回复生命值，回复量相当于希诺宁防御力的120%。总之，6命就是提升他自身伤害的。我现在呢，依然是给他带上了刚刚的那一个华冠4件套，然后给他带上了千之的专武。我们看一下6命的伤害怎么样。打的是罗基艾薇尔森，用的是纯颜队啊。说实话，6命的伤害虽然高，但是并没有达到目前版本的天花板级别。就我如果用的是版本天花板输出的话，罗基艾维尔森现在已经死3次了。但是呢，看见没有，一个E技能持续时间内，我只带走了他3/4的血量，我得用2个E技能才能把它带走。这就是6命的一个输出啦。
给希诺宁的强度做一个最终总结吧我个人认为是神中神的一个角色，并且你要问我他怎么抽的性价比最高，我认为0+0是最高的0+0就是完全体。如果你非得要给他拉练度的话，考虑到性价比个人觉得先可以给他抽一个武器。抽完武器之后，1命感觉用处不太大然后要拉就给他拉到2命吧，2+1的数值提升确实也比较明显。40分钟的视频，终于给大家展示完希诺宁这一个角色了。本期视频可以说是我做原神视频以来做的最认真、最细致的一个视频。毕竟希诺宁一个人就等于2个角色一个输出模式，一个辅助模式，而且强度都还非常高。如果你能耐心看到这里，我打心里由衷的感谢你对我的视频的喜爱，有你们的支持，做视频再累也值得啦。还是那一句老话，最后祝屏幕前的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